经过了1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，我终于来到了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。这座城市曾经被推选为世界最浪漫的城市之一，有“东欧巴黎”的称呼。世界名曲《蓝色多瑙河》描绘的正是一条贯穿着整座城市欧洲的第二大河，而布达佩斯就依偎在河的两侧。我来到这里就已经迫不及待要去见匈牙利的华人了，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血液里头一定流淌着像河水那样的美丽与哀愁，还有很多丰富的人生故事。布达佩斯是匈牙利的首都，也是欧洲著名的古城。曾经辉煌的历史，为它遗留下许多风格各异的中世纪建筑，并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。走在这座城市，就如翻阅一本古典厚重的历史书。每一座浪漫城市都会有一条贯穿全城的河流，而布达佩斯就被多瑙河分割成左岸和右岸，一边是布达，一边是佩斯。横跨河上的9道大桥，每一座桥都是布达佩斯最美的风景。漫步在布达佩斯，你会发现上世纪的电轨车还在街上持续运转中。匈牙利是孕育艺术家的摇篮，几乎每晚都有音乐演出，艺术氛围浓厚，也难怪大家把它形容为浪漫之都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匈牙利和中国之间互免签证，成为了整个欧洲唯一一个对中国免签的国家。这个举动改变了成千上万个华人的命运，于是很多想要看世界、闯天下的中国人搭上了龙蛇混杂的东方快车，7天7夜从北京出发，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，来到了布达佩斯。匈牙利华人的故事就要从这个火车站开始。1990年从北京坐火车来匈牙利的，我的目标是要去意大利，当时就想说在匈牙利待几天，待到现在32年了。魏翔来自福建莆田，在照相还不普及的年代，帮人画像是他挣钱的手艺。慢慢的，他也开始醉心于艺术创作，甚至当上了美术老师。哎，你好，金宇好，魏翔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欢迎欢迎。这就是你的画室。对对对。这采光很好，一进来心情就开朗很多了。啊，对，这边是我近期的绘画作品。有没有哪幅作品对你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？这张是我的自画像。年轻的时候很不羁的样子哦。当时的我觉得自己走在一个冰河，而且冰河在断裂，然后雾茫茫，前途看不清。但是呢，我面对着太阳出生的位置，步伐很坚定，然后意志坚强，相信自己能走出这片迷雾。然后第2年我出国了。离家那年，31岁的魏翔其实已婚，并育有1子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往那个陌生的国度奔去。你刚到匈牙利的时候，你的印象是怎么样的？
非常好，整个匈牙利充满着色彩，不管是房子、建筑、风景，还有人。我那时候是一个穷艺术家嘛，经常去步行街画画，然后通过这个给人画肖像啊，这个维持生活。我那时候不太喜欢做生意，所以呢，我也没去做生意。最初，魏翔的生活还算顺遂。直到1年后的个人画展，彻底地敲醒了他的艺术梦。办画展是我出国以后的一个梦想嘛，但是同时也是我梦想破灭的一个开始。我那个画展办得很成功，很多人来，很多人看，但是呢，最后只卖了1幅作品。那时候我展出了应该有50来幅我的作品嘛，50幅，对，只卖1幅，对，哇，不是我的话，有点痛心呢。那幅画卖了$300，尽管那$300很大，实际上是不够的，所以我从那以后再也不画画了，就停止了。年轻的魏翔最不喜欢商人了，总觉得他们一生同秀位。然而，在人生的关键时刻，他总是很果断。很快，他决定转身走向他最轻视的行业——经商。1990年代，几乎每个来布达佩斯的华人都在市场摆摊卖中国货。匈牙利还一度成为中东欧地区最大的中国货集散地。100平米要有。来到匈牙利的第3年，魏翔的妻子就前来团聚了。两人一起批卖凉鞋，但魏翔骨子里依然热爱创作，决定创立自己的运动鞋品牌 Wink， 意思是闪闪发光。刚开始经营 Wink 的时候，我猜想应该会碰到不少的难题跟挑战吧。90年代初嘛，东欧刚刚社会主义解体以后，大门一开放，中国有很多低劣产品进来，质量很差，所以对中国产品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概念。那么那时候我们开始做广告啊，他就会问说啊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我说我中国人，啪一下他就把电话给扔掉，这个对我很大的这么不客气啊！对。然后我就很恼火，我就说，明天开始我就专门做杂志封面给你看。我挣多少钱不重要，这个我最重要的是人家喜欢我的鞋子。Wink 主打中低价市场，球鞋不仅在匈牙利畅销，还销往东欧其他国家，是东欧最知名的球鞋品牌。我们并没有带着什么东西过来，但是我们能够有点成就嘛，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回馈社会。我们从1994年就开始做慈善了，我们主要帮助的是匈牙利社会，因为我们在这边获得成功。就这样来让他们改变对华人的这种看法，就很少说有碰到那种很难受的事情哈，所以我们也挺感恩的。实际上，我们原来就商量好说，前半生打拼事业嘛，要赚一些钱啊，经济基础要有嘛。然后后半生就是说他要回归艺术。从商以后，整整25年，魏翔没有再拿起过画笔，直到一次机缘巧合。2008年，我的儿子需要画点画，然后我教他画一点静物。哎，我发现这些画的时候跟那个以前差不多了。一下子让我感觉到，有点兴奋了。这一次，他没再放下画笔，终于心无旁骛地衔接上了当初半途转弯的那条艺术路。为了回归艺术，魏翔不惜代价，把生意丢了一大半。在他看来，做生意和艺术是有冲突的。现在好像什么东西都是跟金钱都连在一起的，无法脱离的。我不想因为这样影响我的纯粹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你会觉得自己走了一条很长很长、弯弯曲曲的路吗？我觉得这个弯曲是非常丰富的弯曲，人生是没有走错路的。你要是利用好你今天的错误的话，那么它就是你未来的必经之路。你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，这2条线。我很喜欢，我喜欢的是你的风格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个广场就是你以前画画的地方。经过了这么多年，你再回来这个广场，每次走来，心情是怎么样的？刚开始做生意那些年过来，那时候认识的过去的画友，那还在画画，那我已经生意做很大了，然后一直在感叹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啊，不能墨守成规，走这条路的话，可能今天还在这里画。”匈牙利有改变你什么吗？匈牙利改变我整个命运。从我一个艺术家改变成商人，又从商人改回艺术家，跟匈牙利有特别的缘分。我认为余生也是在匈牙利，不管我生活过得好还是过不好，都没有想过我要回去。魏翔带着我去街拍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在拍别人的时候，必须要欣赏他的美，真心的去体会，而对方其实也能够感受得到。”我突然间明白，他的品牌不只是 Wink， 还是 Link， 他跟人有了连接，搭建了桥梁。不管是在卖鞋子的时候，或者是他在拍照的时候，做艺术的时候，他教会我凡事要拿得起，放得下。画笔如是，生意亦如是。几年前，魏翔又给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，此时的他四周充满了温暖的色彩。多年后，他终于在布达佩斯找到了心之所向。在匈牙利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发生过无数战祸。千年来，这里被不同的族群占领、侵略，经历过革命、合并、解体，最终独立。在许多华丽的古城墙之下，其实匿藏着数不尽的战争遗迹和伤痛。在多瑙河河畔散落着几十双的铁鞋，这是为了纪念2战时遇害的犹太人而特别制作的雕塑品。当时物资匮乏，士兵逼着他们先脱掉鞋子，等到他们被枪杀后掉入河里，才又把鞋子给拿走。如今，匈牙利已经摆脱了战争的阴影了，自由与和平依旧是人们珍视的生命价值。著名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经留下这样的诗句：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”一些远道而来的华人也因为这里的自由气息而决定留下。离开中国以前，我是一个职业游泳运动员，退役以后，做了一段时间的教练。我当初离开是为了出来看看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美好。每个周末，在这所中德实验学校内，总会看见赖华忙碌的身影。这所学校在匈牙利华人圈无人不知，
赖华习惯凡事亲力亲为，他既是校长，也负责处理各种繁琐事务，同时他也是孩子们的中国舞蹈老师。热爱中华文化的他，在创校前曾义务教中国舞，一教就是12年。他还特意回到中国拜师学舞，如今他依然乐此不疲地传授毕生绝学。准备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停。校长，你亲自授课啊？对。你平时都教什么舞蹈？我们主要是教中国民族民间舞蹈。我们跳欧洲人的舞蹈的话呢，对我们的那个文化的传承不是那么有意义。也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自己本身的文化。对，这所学校呢是匈牙利的一所职业高中学校。我们租用星期六、星期天或者是暑期的时候来办的这个中文学校。我们的课程呢主要是中文、德文、英文、数学。然后有舞蹈课、篮球课、编程、中国书法。每当我们舞蹈队出去比赛或者是表演的时候，让匈牙利人看到孩子们的活力和生气，不会像中国人只是在市场上卖东西，而我们也有很好的文化，可以给他们分享。我看你忙来忙去，你不像校长哎。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想法要办这间学校？以前匈牙利有一所中文学校，我在那儿做义工，校长呢就跟我的看法有点差异，所以我就挺伤心的。我先生说：“哎呀，你真的那么喜欢这个孩子们啊？那你就自己办一所学校吧。”后来我就跟他说：“我是要赔钱的哦。”我先生说：“没关系，赔钱算我的。”你自己有孩子吗？我自己没有，很遗憾。所以你就把对孩子所有的爱投注在他们的身上。我觉得反正爱人类是很正常的一种情感，就是特别是对孩子，因为毕竟孩子是这个世界的未来，人类的未来。赖姐感觉爽朗干练，对于自己向往或者是热爱的事情，一定会义无反顾、毫不犹豫地去追求。她出生于四川泸州，从小性格就非常独立。7岁到体育学校寄宿，16岁成为全国蝶泳100米冠军，23岁是中国首届铁人3项的女子冠军，26岁踏上了火车，来到了陌生的布达佩斯。这里就清楚看得到是女主人的地方，就周围的摆设蛮多东方元素的。毕竟还是中国人啊，所以你先生也不介意？不，他很喜欢中国文化。移居匈牙利的32年里，赖华最重要的转折，或许还是在这里遇上了她的真命天子，来自德国的丈夫，让她成了匈牙利的华人太太。刚开始是会觉得你跟你先生之间的文化背景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有很多摩擦的。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和对同一个事物的认识都有很大差异。比方说晚上回家，你问他饿不饿，要不要吃东西，他说好啊，那就方便面，我们放点鸡蛋，放点青菜，端上桌人家不吃，说我没有要，你也没问我说要不要加料，要不要加，对。但是我们会觉得这是我出自好意啊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想法，但是他们欧洲人不这么想，一定要得到他的同意以后才可以。你跟你先生的饮食习惯接近吗？很接近，而且他还特别喜欢吃辣的。对我一个四川人来说，这就很容易了，都用筷子，基本上不怎么用刀叉。当初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嫁给老外？我就不嫁中国人啊！不是说中国先生不好，只是说不对我的胃口。欧洲人不会去约束你的，不像中国的夫妻哈，他会约束你这样，约束你不可以那样。我还是个独立的，我们到现在都是 AA 的。我刚来的时候是找游泳教练的工作，跟着我就有这么一种做贸易的机会嘛，还开过餐馆。
开餐馆也不容易。刚开始不知道不容易，后来吃了亏以后才知道不容易。对。当时发生？当时是厨师在我吃的饭里边给我下了药。下什么药？下就是那种烈性镇静剂吧，那一类的。哦。睡过去以后，因为他也是在别的中国人的指使下干的这个事儿，就开着我的车，拿着我的钱就跑了，跑又把车开翻了。开翻以后，匈牙利人看到报警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，就是我们的同胞，因为没有一技之长，就是靠这个打砸抢去维生。碰到这样子的一种事情，你不会觉得很难过吗？我不会去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我会去想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做错事了，给了别人机会来害我，那么以后我怎么样去回避，不给别人机会来害我。虽然有过不少被同胞伤害的经验，但赖华对自身的文化认同和自信未曾改变。热烈掌声！18年前，中国变脸师傅来匈牙利表演，赖华第一次知道有这种技艺，深受吸引。后来，他通过别人引荐，才成功进到成都川剧学院，学习这门一般不外传的技艺。每次受邀演出前夕，他还会在家全副武装的彩排演练。厉害！谢谢。刚才你的邻居好奇出来，我们望了一下，对他们总是问一个问题，都在哪儿去了？然后就会跟他说这是国家机密。对于生活的从容不迫、处惊不变，是赖华一点一点的在这远方的国度累积的生命经验铸造的。偶尔，他会惬意地漫步在这座离家不远、依偎着多瑙河的小镇，放空自己，暂时忘却忧伤烦恼。这里是三丹丹小镇，丹丹小镇，这是中国人给取的啊，就是比较容易记。你的性格比较急，走在这小镇的路上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就是还是比较宁静嘛，能够让自己平复一下。很急的这种性格。如果再让你离开多一次，踏上火车多一次，你还会做一个怎么样的新选择吗？不会啊，我还是会选择离开。还是会选择匈牙利吗？其实匈牙利不是选择，是因为刚好有机会可以来。确实是外面的事件可能比较精彩，要出来看一看。在赖姐的身上，我看到了无限的活力和生命力，再加上她曾经吃过亏，曾经受过骗，但是她依旧非常骄傲于她懂得华人艺术，也非常积极的在进行推广。在她的身上，我可以套用5个字：追赶跑跳碰。奋力的追求，急忙的赶上时代的步伐，向前跑，尽情跳，大胆的碰撞，勇敢的开创。我在匈牙利找到了我的生活、我的爱情、我的家庭和我想要的一切。我很喜欢这里，我会在这里一直生活下去。匈牙利处于欧洲中部地区，同时又是东西欧的交汇点，有着“欧洲心脏”的称号。这里物价合理，风光旖旎，文化包容，直到今天依然是华人移居欧洲的首选目的地之一。匈牙利文化有非常浓厚的东方民族色彩，比方说他们起名字跟东方人是一样的，先有姓氏后有名字，这跟欧洲大部分的语系是很不一样的。
或许因为这样，中华文化在这里的发展一直非常的顺遂，其中包括了扎根20年的禅武文化。匈牙利少林功夫早期呢是我师傅施行红师傅，他带过来的。我是10年前从意大利到匈牙利，目前我担任匈牙利禅武联盟总会副会长兼总教练。匈牙利是整个欧洲受禅武文化影响最大的国家。1999年，少林寺第32代弟子施行红在匈牙利发起禅武联盟总会，作为向当地人传授武术的基地。此后，武术在此开枝散叶。而今，施行红的亲传弟子张忠武被委派到这个国家接管武馆，并扛起了传承的责任。师傅，下午好。下午好。今年39岁的张忠武出生在中国浙江天台。天台是武术之乡，村里的习武风气很旺盛。张忠武自小耳濡目染。13岁那年，他就离家到1000公里外的少林寺拜师。是张忠武师傅吗？哎，对，你好，我是军伟。哎，你好。你的学生是本地人？本地人，他们都是匈牙利人，他们都是慕名或者说是朋友介绍来到这边来练习。对，大家以不同的自己喜欢的方式，然后一起来练习中国功夫。张忠武很能吃苦，表现出色。22岁时就被师父派到意大利的禅武联盟当教练，5年后又调到了匈牙利，一待就是10年。外国人对于东方武术的好奇和痴迷由来已久，我想这得归功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风靡全球的功夫片，当然还有武打明星的魅力和能力。比功夫为世界打开了一扇窗，让世界可以认识中华文化，同时也为张忠武师傅还有他的徒弟们打开心门，有了共通的语言。How do you start to have interest in Kung Fu? When I was a child, I wanted to learn how to fight with others. So first I go for Thai box and then Kung Fu. After, I fell in love with that, how to make the yin-yang,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strong, soft, and then quick, slow. As a Hungarian, what do you think you have learned about Chinese culture? How to respect the others, also respect the masters, nature, everything. 有时候我到国外，人家看到我是华人脸孔，对，他们就会说 ，You know Kung Fu？这样子，你在匈牙利有碰到这样子的挑衅吗？不多，一般我都会跟他说，就说的，对，我会。你真的会呀？对，我不可以这样子回答。如果事情来了，我们就不去怕事，但我们也不去惹事。最后一步打不过就跑。但千万别落了气势。对。今天，中国禅武已经在欧洲开花结果，洋弟子总计1万人之多。功夫不再只是西方对于东方异国情调的神秘幻想。时值夏天，禅武中心1年1度的夏令营活动又开跑了。来自匈牙利及周边国家的孩子们，在这里通过传统功夫、现代武术、茶道等中华文化和礼节，锻炼身心、修身养性。学生当中有很多我看到都是华人脸孔，对，他们都是移民的后代，对，大多数都是来自哪里？这一次的话，我们有匈牙利的华人的子女，还有来自斯洛伐克的，来自波兰的。师傅，上午好。现在我们练习8极拳。我发现夏令营的孩子他们的年龄差距其实挺大的，那是不是也表示说，他们练武的时间也有一点差异？对，因为毕竟这是去培养他们的爱好，纠正一下他们的日常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吧啊。
练习功夫的时候，一定有心平气和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身体才能协调，力量才能够综合，懂吗？那有没有碰过学生跟你说，怎么跟我在电影里头看到的师傅的模样完全不一样？有，这些都有。你说练功夫，你说能练到什么样的程度？他们会问这些，那我就跟他先说，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超过你自己就好了。对，因为人生是自己的，而不是他人的。我很开心自己不只是在武馆看到张师傅教徒弟们怎么打拳，而是在夏令营看到他跟孩子们的互动。有个小女孩脚受伤了，她蹲了下来，摸着她的脚踝，然后跟她说：“这是第2个星期。第1个星期你还哭着，可是现在你更坚强了。”那小女孩的脸上就露出了微笑。张师傅他让我看到了功夫其实不只是刚强，也有柔软。有阴也有阳。在偌大的武馆里，经常能看见一个总是奔波的身影。她是张忠武的太太林晨，她抛下了老家熟悉的一切，只为成全丈夫的满腔热忱。你在中国的时候从事什么工作？从事音乐行业，琵琶。那怎么会认识张师傅的？那是双方父母介绍认识的。其实我也不愿意过来，后来想想，总有一个人想肯定要放弃事业，然后我就跟随他的脚步来到了匈牙利。其实说句实话，真的是非常想念家人和我的家乡。但是我俩是老乡，所以还是有共同话题的。慢慢的就适应了匈牙利的生活。那来了之后，你获得比较多还是失去比较多？一半一半吧。感觉还是获得比较多吧，我感觉获得了就是很幸福的一家5口吧，还肚子里面宝宝，还是比较幸福的。苦心经营武馆10年的张忠武，早已成为禅武在匈牙利的一张名片，而这份事业也让他找到了更好的自己。你是少林弟子，当然也是师傅。对，那你练的功夫可以帮助到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的。我师傅他教导我们就说是，生活呢简单一点好。对，太过复杂的话，很容易就说把我们的心性啊，就说是扰乱了。往往就说是要把事情呢由繁化简。不管是我们东方的文化，还是这个西方的文化。我们重要的是还是一个包容，把握这个阴阳的平衡。你觉得你会在匈牙利还有多少年？那这个的话，我感觉应该随缘了。目前打算是接在这边，因为毕竟孩子们也是在这边出生的，或者说等他们独立了，我想我就告老还乡了。你有没有想象过，如果你没有来到匈牙利的话，那你会在做什么？从我一开始接触武术这一块的时候，就是有这个愿望，就是说出国，有一种使命感，或者说是一种有责任感，把咱们中国这个文化，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。在禅武的学习其实有2面，包括了禅修和武学，一个是静态的，一个是动态的，刚好阴阳协调。我觉得张师傅他的修行也是无形的，他的教导是看不见的，那是一种性格上的调教和熏陶。他也说，学功夫不是为了要打败别人，而是要超越自己。习武的人走到哪里，哪里也可以成为一个家。四海为家，四海为家，五湖四海皆兄弟。
张忠武人生中的修行，自13岁离开家乡就已经开始。如今换了个场景，换了心境，但修行依然继续。匈牙利人是公认爱看书的民族，在这面积不大的国土，竟藏匿着2万座图书馆，平均每500人就有1座，是世界阅读风气最浓的国家之一。人类的交流离不开语言，对世界的认识也离不开文字。在这个书香浓郁的浪漫都市里，就有一位华人通过翻译，让当代匈牙利文学在华人的世界占有一席之地。我在北京医科大学毕业，91年10月我来到匈牙利。来这儿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目的啊，就是趁着年轻啊，能够看看世界。2002年，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当时我翻译了他的4本书，就慢慢的走上了这个文学翻译的路。于泽民是近代非常重要的匈牙利文学翻译家，他在文坛上巨大的贡献，使得他在2017年获得了当地政府授予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。在他从事翻译工作的20年里，翻译的作品几乎涵盖了匈牙利当代的一线作家。是于泽民吗？对，你好，我是君伟。你好，欢迎。这是非常典型的欧洲大楼。对，这是一个奥匈帝国时候建的，得有120-130年了吧，应该得。这么久的历史。对。这个是我的工作室。我很喜欢在生活空间里头都是书，其实只是一小部分。这边是我写的书，这些都是我翻译的书。是有在大陆出的，有在台湾出的。里头有没有你第一本翻译的书？我出版的第1本书是这个《英国旗》啊，这是第1本，但实际上是一套4本。你怎么会开始从事翻译工作的呢？因为自己学习匈语嘛，喜欢看书，我就觉得既然我要查字典，一行一行看，我干脆我就给它翻译下来。2002年这个匈牙利作家获奖，国内呢就是一下没有找到翻译，我就毛遂自荐，就这样。这是很不容易的语言，第1本应该花了很长时间吧？不要说第1本，第1句话我就花了可能1天的时间。那整本书花多长时间？3-4个月吧，就是几乎没睡觉，因为有生以来的第1部书嘛。1991年深秋，于泽民带着300美金的盘缠，懵懵懂懂地踏上了通往匈牙利的列车。经历10天的颠簸，他来到了布达佩斯。当时的他对匈牙利一无所知。我可以想象，刚到的时候应该是困难重重，很多挑战啊。刚一开始，有朋友介绍在一个诊所啊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就去上班，打开诊所的门一看，里头搬空了，他搬走了，都没跟我说，人去楼空。对。那会儿跌到低谷了，就是突然觉得没工作，当时也没有什么朋友，没有什么亲人也没有啊。于泽民抵达匈牙利的半年后，匈牙利就取消了对华的免签制度。那时的他随时面临被遣送回国的风险。有过那么一段时间，就是连家门都不敢出啊，因为见到警察就躲。前几年的话是一种流浪状态，什么也没干过。那几年的时候，总的这个心态是一种迷茫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办。但是实际上每天的生活也很兴奋，因为每天都有新的生活、新的故事发生哈，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状态。都是朋友
让我在这边住几个月，在那边住几个月，有的住几年，甚至就这么过来的。那会儿是了解匈牙利最真实的生活。当时候的经历对于你的翻译工作有一些帮助吗？不光是翻译啊，尤其是对于我写作啊，所以我写东西跟别人不一样，也是因为这个。我觉得每个经历都是为以后的经历做铺垫的。你如果抽掉每一段的，后边都不会发生。16年我写了一个长篇小说叫《纸鱼缸》，其实就是那些年的心境，就是我觉得就像一个鱼缸里的鱼，而且呢，这个鱼缸是纸做的，比玻璃还要更脆弱。我的生活就像一个盛宴，谁都可以过来跟我聊聊天啊。他吃完可能就走了，只有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桌子旁边。但是同时，并不是伤感的，就是因为每天都很新鲜的。那段将近10载的漂泊岁月，成了于泽民与众不同的人生记忆。尽管大部分时间都过着流动的生活，但他最终还是在布达佩斯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理由。我把我的女儿还有太太带来了，这是女儿米拉，你好，11岁但很大。啊，我是钟伟，米拉，你好，你好。于泽民在一座名为赛德格的小镇邂逅了他的匈牙利太太，两人后来共结连理，并诞下了2个可爱的混血儿宝宝。94年春天，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叫太极拳，然后我想去报名，然后太极拳的老师是于泽民，就是他。没有，我学医的嘛，医学院体育课是必须学的。对，那个时候我想考大学学法语，但是后来改变主意了。后来我说我教你中文吧。中文比较难学，还是匈牙利语比较难学？专家说，就是世界上2个最难的语言就是中文和匈牙利语。最难的就这2个，因为匈语它是在欧洲语言里的一个孤岛，没有跟哪个语言像。你们教小孩的时候，你们家里头是趋向比较西化呢，还是也蛮注重华人文化的？那我们呢，觉得我们想做属于世界公民啊。对，因为本来小孩生来嘛，他就是个混血，没有说哪个更重要。对。而且呢，他学匈语，周围环境，他自然就会学到。就是，但是呢，中文我们要可以去教。你知道什么是乾坤的意思吗？上面告诉你。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，我写这么多书，像我家族的这些故事，我想以后要告诉他，不要断了根。在匈牙利的最初几年，于泽民试图征服这孤岛般的语言，好让自己在这异国他乡不至于成为一座乏人问津的孤岛。但也正是语言连结了他和匈牙利人难以割舍的情缘。我可不可以说你是先接触了匈牙利的人，然后才喜欢上匈牙利的文字？对，确实是这样。因为一开始我先喜欢上了这个地方，尤其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，那会儿交的都是最真心的朋友，而且是他们主动帮助啊，各个层次的朋友，从农村啊到城市，对匈牙利人有了感情，才有机会学习。尽管这里没有其他西欧国家发达和富裕，但生活却相对平静和简单。匈牙利俨然成了于泽民的第2故乡，是他因缘际会呼逢的桃花源。我觉得布达佩斯它就是一个黄色的城市，楼是黄的，有轨电车是黄的，然后这个夕阳照一下，整个城市是金黄的。我觉得布达佩斯非常适合我，好像为我设计的。第一，没有生活压力；第2个呢，就是在这边我完全可以跟当地人沟通，已经离不开这个城市了，因为已经在这儿待了30年了，所以呢，我在这儿的时间要超过在中国。在匈牙利，常常有同袍不断地问他：“你在匈牙利这么多年，语言就这么好，怎么还是个穷光蛋？”
他说没办法，他天生就不是一个挣钱的料。他说有钱不见得有爱，有爱才会活着。他是一个真情真性的男人。我第一次来布达佩斯，也是站在这块看夕阳，让我想起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的那种感觉。那是第一次我找到了我的自由身。在布达佩斯这个浪漫之都，华人一步一脚印，谱写出属于各自的传奇。我是魏翔，我在匈牙利32年了。我是奈华，我来匈牙利32年了。我是张忠武，来匈牙利已经有10年了。我是于泽民，我来匈牙利已经31年了。传奇中有委曲求全，有坚毅，有热血，也有勇气。华人在这里的故事依然未完待续。